字儿不对啊。来，怎么是粘的？有胶水。显然是有人在这喷水壶里做了手脚，加了胶水了。麻烦你一下，张杜和你一块儿到组委会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，快去。好，谢谢你。这是夜里几点的事儿啊？昨天夜里2点28分的事儿。到我去采访一下。他在喷胶水，喷胶水纸就揭不下来了。厂里灯都关了，这画质肯定不行啊！这是谁啊？这也看不清啊！停，放。再放一遍。如果100张的成品率保不住，咱们的比赛资格都没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你别喷了！还干了能签得下来吗？就是半个小时。哎呀，你这样就全废了！你再不弄，你要烘干烘到什么时候呀？你废呀，也比那个等着强呀！你给我走吧！没，让我看看。反着来。好。晒纸，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，要求18刷，分别是吊脚、脱晒、抽筋、半刷、破额角、打八字和收窗户等等。民间俗语经常说“有2把刷子”，就是来源于晒纸工对沙发力道的极致掌控。都住了 ，OK。好，收口。哼，哎呦，有门儿。还是得跟宣师傅学，做事要稳当。不像你啊，遇到一点事就着急。我小的啊，你愣在那干什么？你快晒纸啊，没有时间了。咱宣家的质量，好处。咱们赢定了。赢定了。现在进入称重环节，射中单刀纸6斤5两，分量最接近者获胜。现在称重开始。为什么设置比重环节？比捞纸的速度和晒纸的成品率不是重点，比接近射中才真正体现大师的水准。捞100张纸，100张纸一样重。规定6斤半就是6斤半，没有大师的水准，怎么做得到？云岭段式6斤6两。6斤4两6。轮到蒋家的了。6斤5两2钱。在比赛场上还能出这样的好成绩，蒋有三不一般呐。宣家宣永年
6斤5两，分毫不差。薛师傅，好样的！薛师傅，好样的！我有意见，不公平。100张总数是6斤5两，就能证明他宣武年劳的纸每张分毫不差？这张10克，那张15克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难以服肉。规则事先定好了的，不能这么闹啊！称单张才算数，100张6斤半，单张是32.5克。对，称宣永年的纸，看有多少张是32.5克。我同意单张称重。32.5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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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是专家试比环节。大家请安静，大家请坐。经过笔试环节和对成品率的检查，总分数已经揭晓。现在我宣布，分数前3名的是蒋家捞纸竞速5分，成品率4分，试比4分，接近称重4分，总分17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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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，因蒋家参赛人员蒋二虎的恶意作弊，严重干扰了比赛结果，故经评委们一致决定取消其比赛成绩。我知道他是谁，蒋二虎。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他的走路姿势和他左手拿东西的习惯，我太熟悉了。肖会长，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，你们宣纸协会不会没有态度吧？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。三木，安静，安静，请坐，大家安静，安静。宣誓职场。捞纸竞速3分，试比5分，接近称重5分，成品率2分，总分15分。评委们一致认为，宣武年所做的宣纸品质，无论是技艺水平和试比效果上，都属最佳。但在捞纸竞速和成品率这2项上失分太多，所以
非常遗憾，只能屈居第2。挺好的。肖会长的辉煌职业，捞指竞速4分，称品率5分，试比3分，接近称重4分，总分16分。所以我宣布，我们最终的冠军，我们的指王是肖明的辉煌职业。好，一定要慢。哎，好，接一下，哎，好，好，慢点，哎，好了，慢点啊，慢点。玄叔，实在是对不住你，但协会吧有协会的规矩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走吧。谁让你们去拿别的？谁让你们拿的？我们这也是按协会的章程做的。就是啊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，更是打我的脸呀！把别送回去。啊？送回去！哎，这怎么能送呢？送回去！你现在如果真把他送回去，那才是打你师傅的脸。就是啊，哪能送啊？现在不送是吧？啊！你要不要？我要，我一会儿拉倒你也是实至名归的指王啊，也不能年年都让轩家当指王吧？你得给兄弟们留口饭吃。我师傅靠的是真本事，你呢？我也是真本事啊，没我这点本事，
你能当指挥？你这么还有人少说两句！别！你知不知道蒋二虎？你给我师傅造成多大的损失？我和我师傅的窟窿怎么补？你拿人家当师傅，人家拿你当徒弟吗？你少说两句！二虎，现在开始！别！我协会今天把你开除了，记不记？你开除我？这协会是我家，协会有你就是耻辱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协会必须开除你！二虎，谁不认啊你？哎呀，你别说了。我们统计了网络全平台的数据，关于指王大赛的相关新闻和短视频，总的点击量达到了1亿次以上，为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宣纸文化带来了一大波流量，起到了非常好的正面宣传效果。为此呢，县委主要领导打来电话，对于本届指王大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。下面有请彭书记讲话。同志们，我们这次负面影响产生以后呢，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快速地做出了反应。想想我们从决定办指王大赛到指王大赛的圆满结束，我们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。半个月啊，这次参赛大概上百号人吧。有。这么多人的交通、食宿、安全、宣传等等事无巨细。我们的林依然和他的小伙伴们干得很好，而且从结果上看，做得非常的漂亮。廖主任，这要是在以前，不大可能吧？彭书记，各位领导，这次指王大赛出现了蒋二虎作弊事件，是我的责任，我在大会上检讨。这个态度还算端正。林然，坐下，坐下。当然了，从这个我们整个比赛的过程呢，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我觉得这个事情，我也有责任。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，我们在指王大赛开始之前，林依然这个小姑娘是跟我立了军令状的。我特别的感慨。我在想啊，如果说我们每一位干部肩膀上能扛得起这份责任和担当，有什么工作我们干不好呢？我呀，今天还是去一趟宣家吧。宣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，没拿到冠军，我也有责任。小林，哎，嘿，小林啊，不是，依然，哎，我记着你是不是写过一篇规上企业统计报表填报制度的材料啊？写过呀，我发给过您，也发给过葛主任。啊，是没事，得空你给我发一份电子版的，反正你要是不方便啊，不，方便，我一会儿就发您。行，那就有劳啊啊！还有，返贫动态监测、重点人员摸排这一块，你要协调好包村干部和村干部，抓紧了。重点人员的走访摸排，一户也不能给落下啊！尤其是上级部门发布过重点预警信息的那些个。不但要走访摸排清楚，还得有具体的方案，到时候我们好及时的向上级部门反馈嘛，是吧？好。行，那忙去吧，去吧。那我走，拜拜，拜。拜，镇长。不是，这罗副镇长这么客气吗？小林、依然，有区别吗？他跟你客气啊，是怕被你怼。你上怼天下怼地的，谁不怕呀？领导更怕，这生怕哪句话把你点炸了，怼得自己下不来台。我在大家眼里是这形象吗？还很深刻。你现在啊，在咱们全镇的干部中，已经有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
林怼怼。我啊啊！咦，轩叔叔，来试试。哦，这是我给你买的腰部按摩仪，来。哟，哟，它一动一动的这。这东西太高级了，小林啊，我们不能收。必须要，这是我买的。你们要是不收的话，我这心里该难过了。轩叔叔技术这么好，没拿到指王，这是我工作的疏忽，是我的责任。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来，坐。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！现在做事情，好些人啊不按规矩来，有自己的小九九，做点什么手脚啊，都是常见的啊，跟你没关系。别说人家长短了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就前几年协会开会，说是什么要抵制恶意竞争，要统一这个纸的质量和价格，结果呢？就我们家这么做了，其他要不然偷工减料，要不然低价卖出，哎呀，稀里糊涂的把那些客户就弄没了。我们家这个呀，成天就知道干活，不知道看路。轩家走到今天，35代的人，上千年的路，都走过来，我还看他干嘛？你看多了，想复杂了，你脚底下就会乱了。所以说嘛。你就是一棵树上吊死，还觉得自己挺有能耐。轩叔叔，我感觉您这心态啊，就跟那好的宣纸似的，又柔又韧，洁白如玉。你怎么不说它又臭又倔呢？小林啊，哎，我让你看看宣纸的精品，你有兴趣吗？那太好了呀！当心，这里面黑。你也慢点啊。你请进。这是古代考试用的试卷，这个是大臣们写的奏章，还有皇上用这个纸呢做的圣旨。所有这些都是用的是我们宣家的宣纸。那你们家的纸就是贡纸了？应该这么说，我们宣家从一世祖开始就给朝廷送贡纸了。后来北京松鹤斋在我们宣家买了纸，他拿去做的奏章啊，做的试卷呢，送给朝廷。北京松鹤斋我知道的，百年老字号，很有名的。那是。你看看，这种宣纸，民国时期大总统委任状，还有他好几份的总统令，都是这种宣纸做的。那这些都是见证过历史的宝贝啊。这3款呢是我们家的棉料净皮和特净皮，各位老师可以先试试，看看怎么样。如果觉得不合适，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定制，生宣、熟宣、单宣、加宣都可以做。各位老师，我们家的纸啊，棉料适合写字和工笔画，净皮和特净皮适合写意山水。都是大师，讲这种基础知识等于是闹笑话嘛。邵总啊，你们先试试啊，先试。你家的净皮、特净皮，那货价是多少？你们之前在哪家拿货呀？宣家。那你们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？不瞒你说，我们一直卖高端货，收藏起的。你给我们便宜点，以后我们做。我也不瞒你说啊，我的纸不够收藏级别。你这么大一纸厂老板，那净讲门外话，好纸是越沉越贵。那收藏的纸，有几个拿来画画的？小总，你现在
是指王厉害。这实话实说，轩家的纸太贵了，我卖你指王的名头，这市场也好做的呀。对呀，互惠互利，大家都有钱赚，多好呀！是，这互惠互利啊，肯定是好事儿。这年头谁不想多赚点钱呢？但我这指望是假的，在我们桃花镇卖收藏级别的纸，只有轩家。我们做生意得有诚信，对吗？各位老师，试得怎么样？这2位买家呀，之前是在我师傅轩家买纸，今天特地到我这里来买，还请各位老师如实的谈一谈我这个纸怎么样？你这张净皮啊，我感觉墨音不够舒展。哟，润墨性好像是差了一些。我敢肯定，这团皮啊，肯定不会超过60%。选址我主张什么？选意，不选形。怎么讲？很多书画家说我选生宣、熟宣、淡熟宣，选最适合我的，我能驾驭。我认为这个观点错了。你都驾驭了，纸的灵性怎么出得来？我认为不是驾驭，是互动，互动最好啊。你不是刚才说选意不选形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了介绍了。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廖山明主任，他是我们桃花镇著名的宣纸理论研究专家，他对宣纸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的深呐。大家不要急嘛，听我慢慢讲。我刚才讲互动，就和选意有关了。你比如讲齐白石，他注重笔触的精准表达，而黄胄却需要净皮、特净皮来支撑磅礴的创作能量。笔随心动，心随墨动，墨怎么动还是要看纸。再见。哎，什么？我的包呢？什么包？包和水杯呀。师傅，廖主任，廖主任，追不上。这，我有车，我有车。好，走，我有车，快。你能追得上吗？追不上也得追。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，你根本就没把领导放在心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丢了我赔你。这不是赔的问题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就你这态度，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步。什么步？什么步？争取进步的步。那我不在乎这个步。你说什么？我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，有没有步我无所谓。什么叫无所谓啊？你不要跟桃子学，我跟你讲，你没他的条件。行，谢谢领导教诲。你给我讲实话，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的包丢掉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没有。不要跟我耍小心思，我跟你讲，我什么都看得出来。真没有，真行。哎，你好，同志。电动车不允许搭载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而且你还没戴头盔，必须接受处罚。师傅，哎，是这个师傅吧？
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你的杯子吧？是包。感谢你，师傅。不用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师傅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师傅，哎，走了啊。哎，谢谢师傅。谢谢师傅。看看人家的觉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家定址那胡经理，跑到老人家去定址去喽。别瞎说！谁瞎说？我亲眼看见的，我瞎说，我瞎说。这次啊，小玉还真没瞎说。这次指王大赛啊，来了30几家订货商，其中呀有7、8个熟脸，原来呀都是在老仙家订货。比赛输了以后啊，一个都没看见。这帮人啊，太势利了。你闭嘴吧！哪有那么多废话？看你的纸板去！我也就是担心嘛，我就说说嘛。这个月有工资，下个月就不好讲喽。书画协会那笔账还没到呢。你查了没有？我当然查了，昨天查了，今天也查了，没到。你查哪个账号啊？咱们家能有几个账号？就这一个账号。物流我也查了，1个星期以前他们就收到货了。不会不给钱吧？老孙跟我们合作几10年了，应该说不会出这样事儿。我们再等一下，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到了呢。今天上午工人们还在那聊工资的事儿呢，都知道今天发工资。等着呢。呀，忙着呢。哎，别忙。谢谢。哎，王秘书。伯伯，嘛呢，张度啊，捞个纸不至于这么无米焚香的吧？捞纸是计件的。如果老叶叔一家都像你这样啊，早就饿死了。捞纸和捞好纸，这是2码事。小满，听见了没有？你得好好陪着大师，把纸给捞好了，得捞好纸。他呀，嫌我根气太钝，难当大宝。你就是不够虔诚，你看人家。哎，严哥，咱们是今天发工资吧？哎，老板，说什么呢？具体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，但我妈昨天晚上已经在捋工资条了，估计啊，这2天吧。明白。明白。有病吧？谁呀？嘛呢？嘛呢？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停！哎，干什么呢？到你家呢？啊，发8元喇叭！退货就是退货呀！啊，退货就是退货。就是说你们发的货，原封不动都退回来了，看明白了？这回工资是真发不了了。老轩，你都知道了吧？哎呀，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，一大堆人忙活了1个月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你别着急，他们买我的纸啊，也就是投资收藏。现在纸王没了，那投资收藏的价值也就打折扣了。你不是纸王，那你还是非遗传承人呢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因为一个比赛输了，他们就不要货了。咱们付出了成本，钱他们该给还得给。算了，牛不饮水，不能强按头啊！哼，就是这样的。要纸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，不要纸的时候也说的天花乱坠。这些人呐，只要拿到货，哎，就不付款了。你去找他要钱吧，好像还是我们欠了钱样的。你这会儿回过味儿了。当初我跟他们说要让他们交定金，然后你说不用，没关系。这倒好，现在钱到不了位，发不出工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
哎，那订单不是都还续着呢吗？没有断吧？哎呀，我说你可真是的，你就想着进，不想着出。我现在给你算一算啊，咱们家的工人是全镇工资最高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给工人上的社保保险是不是也是最高标准？人家别的厂子，人家要是闲的时候，工人呢人就辞了，咱们家倒好，闲忙咱都把工人养着，还有晒场子那一摊子，咱们不管吗？自己家做蓼皮，那成本得多高啊！这些账你就没算过。豆腐盘了个肉价钱，穷大方，穷大方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进来。师傅，师娘，做潦草的老程叔来了。我说您病了，他说就是来看您来了。这是来要钱的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家那个二姑娘山琴，这不是在省城里工作忙吗？哎呀，就怨我们两口子没给她带孩子。每一次回来，每次都要怄气呀。我大女儿的孩子是我们俩给带大的，这老二没给她管，就心里闹意见。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寻思着了，要不我们就进省城得了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明年的这潦草就做不了了。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啊，我这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。秀梅啊，去看看咱们账上到底还有多少，别的先不管了，先给老程的钱给凑上。老轩，这去吧。真难为情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徐姐，哎，忙呢？看看这肉，今天肉怎么卖呀？今天啊，18一斤。这肉怎么一天比一天高了？也是啊，便宜点，便宜点，老顾客了。16，这3大块我都要，就16了。哎，就这样。行，去称吧。哎呀，哎妈，这1毛2毛的，这1块2块的，没必要这么较劲吧？他们也不容易。我还不容易呢，能省就省。哎，妈呀！肉，西红柿多少钱1斤啊？8毛。8毛？什么呀？这是？西红柿8毛。不是，怎么还要抢啊？这个？哎，快过来，装，快装！这家便宜。我没手了吧？你把东西放在地上，快！哎呀，多装2袋，快，咱也不至于要买这么多呀。家里人多，吃的多，别挑那个特别，哎呦，别挤啊！哎呀，别挑那个软的啊，挑那个稍微硬一点的。装啊！装着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买这么多吃不完都是浪费。哎呀，不浪费，咱家吃饭的人多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还是我妈会精打细算呀。我不精打细算成吗？但凡是个人，只要一伸手，你爸就是给，那我就得给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家要不是我在这儿操持，哼，你能不能活这么大还不知道吗？你也不至于啊，妈。怎么就不至于呀？小到这个柴米油盐，大到这个厂子里进出账，哪点不得我操心啊？靠你爸，哼！这要是没钱发工资了，没钱运转了，你爸就找我来了，靠他。妈，咱们家捞纸晒屎那都是计件工资，那少捞点什么都省出来了。找你爸去啊！哟，鱼拌家，哎，爸，妈饭做好了，下来吃饭。妈可说了啊，这个月的工资扛不住了，她没办法了，就让我过来跟您商量商量。
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那您让我说，我可以说了。也不是我说，是经营规律。咱们是做经营，不是做慈善，对吧？那工资发不出来，咱就撤一个槽子。那实在不行，就暂时先停一阵子。你看，这库存纸还这么多呢，先找找路子，把库存纸给卖了。哪家企业遇到困难不选择断臂自保啊？企业得先活下去，工人才有饭吃，才能保障这就业问题嘛。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。我们宣家的祖上有这样一个规矩，不能因为今年的境况好了赚了钱，来年的境况不好就不管工人的死活，把这些人给弄走了，那会让人寒了心的。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，就会非常难了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又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，至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气。愿以世间多风情。